的手没有被挑断筋骨，我还没死。小姐，大喜事！将军凯旋，大军已经快到城门口了，咱们快去正阳大街迎一迎吧。哥哥凯旋，没错，就是今天，我重生回到了余家被满门抄斩的前3个月。前世哥哥在正阳大街为了救苏莲儿，被金马踩断了腿，苏莲儿则借着报恩的由头嫁进将军府，背地里却与燕国公府勾结，最后里应外合，害了我余家满门。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就你了，拿上这100两，立刻跟我走。这位姑娘，大庭广众之下，怎得强抢民男？少废话，有钱都不要。不知姑娘要我干什么？假扮我的无赖未婚夫，越放浪电坏越好，演得越到位，本小姐给的钱越多。成交。今天我就是姑娘的贴身无赖。来人，有没有人救救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晕倒了。这是莲儿。就是现在，上一世就是在哥哥下马后，正阳大街突然出现受惊的烈马。虽然不知道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哥哥绝对不能下马。哥哥，我要嫁人啦！哪儿来的大胆毛贼！快放开我妹妹！生生，快躲开！怎么回事？怎么提前把马放过来了？一群蠢货！你还会武功？算了，先带我回将军府，越快越好。遵命，我的未婚妻。敢掳我妹妹，好大的狗胆！全军听令，给我追上那个毛贼！余生生，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个叫花子到底是谁？哥哥，他不是叫花子，这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已经有了他的骨肉，我们明日就要成亲。你说什么？你有胆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叫我阿寻。余生生，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跟这个野男人卿卿我我？我说我已经怀了阿寻的孩子，大夫说了，我这肚子里可是双生子。哥，你要当舅舅了。这将军府倒是比我想的有意思。你他娘的到底是谁？老子今天非锤爆你的狗头！大舅子，别冲动，在下不才，江湖人称勾栏浪子邵千寻，大舅子唤我阿寻便好。谁是你大舅子？大舅子，规矩我懂，这是彩礼，我家里就这条件，最多1吻，1厘都不能再多了。我砸死你这个无赖！哥，你要是敢动阿寻一根毫毛，我今天就带着你的外甥们从湖里跳下去，一尸3命。来人，有没有人救救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晕倒了。这是莲儿。就是现在，上一世就是在哥哥下马后，正阳大街突然出现受惊的烈马。虽然不知道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哥哥绝对不能下马。哥哥，我要嫁人啦！哪儿来的大胆毛贼！
快放开我妹妹！生生，快躲开！怎么回事？怎么提前把马放过来了？一群蠢货！你还会武功？算了，先带我回将军府，越快越好。遵命，我的未婚妻。敢掳我妹妹，好大的狗胆！全军听令，给我追上那个毛贼！余生生，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个叫花子到底是谁？哥哥，他不是叫花子，这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已经有了他的骨肉，我们明日就要成亲。你说什么？你有胆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叫我阿寻。余生生，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跟这个野男人卿卿我我？我说我已经怀了阿寻的孩子，大夫说了，我这肚子里可是双生子。哥，你要当舅舅了。这将军府倒是比我想的有意思。你他娘的到底是谁？老子今天非锤爆你的狗头！大舅子，别冲动，在下不才，江湖人称勾栏浪子邵千寻，大舅子唤我阿寻便好。谁是你大舅子？大舅子，规矩我懂，这是彩礼，我家里就这条件，最多1吻，1厘都不能再多了。我砸死你这个无赖！哥，你要是敢动阿寻一根毫毛，我今天就带着你的外甥们从湖里跳下去，一尸3命。生生，你给我下来！我不。主子，小姐，苏府的苏小姐在府外求见。程硕哥哥，听说是你今日在街上救了我，我特意上门来感谢。这死绿茶还追到家里了，让我来治治你这个家伙！莲儿姐姐，你可算来了！咦，姐姐你身子骨可真硬朗啊！我这般用力，你却站得这么四平八稳，连喘都不喘一下。生生，你先起来，我只是撑着一口气来见程轩哥哥。莲儿姐姐，你不是说是来报答我哥的恩情的吗？正好，我明日就要成亲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成亲？和这个叫花子，怎么能这么说我夫君呢？他只是家境贫寒，过了很多年苦日子。莲儿姐姐，听闻你有一块西域进贡的暖玉，你来都来了，不如就送给新姑爷当见面礼吧。那暖玉是家母遗物，这实在是不妥。大家都瞧瞧啊！姐姐口口声声说要报恩，结果连块玉都舍不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哥，嫌弃我们将军府？我没有，程硕哥哥，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哥，你快看看你救的是个什么道貌偶然的白眼狼！既然他不给，你就把你那匹汗血宝马送给我家阿勋。你要是不给，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里。这姑娘还挺有趣。都给我闭嘴！管家，送苏姑娘回去。苏姑娘，请回吧。程硕哥哥，你要赶我走，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救我。苏姑娘，本将军今日连马都没下，更谈不上救你。至于报恩，本将军现在要处理家事，慢走不送。程玄哥哥别生气，莲儿知道你是在说气话，今日之恩，莲儿改日再报。莲儿姐姐慢走，下回记得带暖玉来呀。余生生，你是要气死我！哥，那可是御赐的青花瓷瓶，砸了可是要满门抄斩的。余生生，你别给我转移话题，这无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第一步成功了。还有你，
给本将军站直了！懒懒散死，成何体统？大舅子别生气，我知道曲生生不能寒酸，要不这聘礼您先允许我赊个账？还准备赊账娶我妹妹？老子不把你打成肉泥，老子就不姓于！来人，把堂屋给我围起来！管家，用玄铁重锁把府门给我锁死，一只苍蝇也别想放出去！是。锁得好，这100两花的简直太值了。住手！男儿膝下有黄金，谁也不准让我家阿寻跪下。倒是很久没有被人护在身后了。余生生，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不跪就是不跪，你要审他，也得让他坐着。姓名、祖籍，在京城做何谋生行当？大舅子你不太行啊，这都记不住。说什么？哎呀，哥，人家不是跟你说过了，勾栏浪子少千寻嘛，上了年纪的果然脑子不好使。给我滚回房间！哥，再磨叽我就让人把他斩了！走就走，你可要好好对我家阿寻。赶紧给我滚！哼，少千寻是吧？祖籍哪儿的？忘了，四海为家，算无极之人。忘了？那平日里做什么营生？不瞒大舅子，平日里我就靠在西街斗斗蛐蛐、摇摇骰子度日，混口饭吃。一个不学无术的烂赌徒！于成硕，你今天要是敢用茶水泼他，我明天就搬去护国寺大门口当街要饭。也敢染指我妹妹！陆征，把大小姐给我带回房间，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她出来。问什么什么没有？你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里来的胆子要娶我妹妹？大夫说我胃不好，这辈子只适合吃软饭，偏偏大小姐乐意养着我，我也无可奈何。这个不要脸登徒子！大舅子，你摸着良心说说，就凭我这张脸，做你们将军府的赘婿，难道还不够格吗？陆征，给我滚进来！末将在，带2个小队，日夜不停的给我盯着他，他去哪儿你跟到哪儿，哪怕他上毛索，你也给本将军死守在门口。他若是敢碰大小姐一根头发，立刻给本将军乱刀剁碎了喂狗。末将领命，把他押到西侧偏房关起来，派重兵把守。慢着，陆征，明日就拿我的令牌去军部，给我彻查他的底细。是。你小子最好祈祷你九族上下底子干净。于将军，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这又是哪儿来的祸害？将军，我是苏小姐的丫鬟小猪啊，您不认识我了吗？什么小猪小狗的？什么事儿？快说！将军，我家小姐今日受了惊吓，一回府就起了高热，现在浑身战栗，嘴里一直喊着您的名字，求求将军过去看一眼吧。转告你家姑娘，本将军今夜忙着拿刀砍妹夫，脱不开身，都给我滚！是。管家，主子，有何吩咐？以后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放进来，当将军府是街市菜摊吗？是，主子。他真是这么说的。是，将军说他正忙着拿刀砍妹夫，脱不开身。好一个脱不开身！于生生，你这个贱人，竟然找了个乞丐来坏我的好事，我一定要让你好看！现在没旁人了，你老实告诉哥，那个浪荡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怀了他的骨肉？没有。胡闹！那你今天在大街上说出那样的话，还要不要你的名声？还有在堂屋里，为什么说那种胡话？我的名声能有哥哥的命重要吗？说什么胡话呢？哥哥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可是前世，你知不知道你为了他，连腿骨都被碾碎了？你当时得有多疼啊！你可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啊，那么要强的人，最后却为了他再也骑不了马了。生生，怎么还哭了？我又没真凶你，而且你在胡说什么？什么前世今生的？
莲儿今日晕倒在街上，我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理。你不能坐视不理，这大鱼城离了你余承寿就不转了是吗？大街上那么多人就嫌着你了是吗？生生，可是我答应了师父要好好照顾莲儿的。行，你去帮他。等你哪天真的出了事，我就把将军府的祖业全部变卖了，带着我的阿星去南马，生8个孩子。生生，我不听，我不听，你出去！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启禀主子，属下已查明，余家明面资产皆按理均饷调度，这和白银约9000万两，余家军兵权尽数握在嫡长子余承书手中。继续，余承孝还有个胞妹，也就是余生生，年19，16岁因天资卓越被天宫阁收录，现于九玄神兵署研习。其父母在兄妹二人幼时便双双殒命，余老将军生前也并未纳妾，故而余家直系同辈只有这兄妹二人。今日正阳大街的金马是怎么回事？此事乃是苏府庶女苏莲儿所为。属下查到街上还有一伙人在暗中盯梢，属下抓到一个，从其口中得知，他们原计划是等余承硕下马后趁机暗算，现在人还在地牢，等待主子处置。哦，人不必留了，占地方。是，主子，可要顺手暗中做掉余家，将兵权收回朝廷。不必，留着他们。本王倒觉得余家那个牙尖嘴利的小骗子有趣得很。是。有意思，区100两，就敢雇我来当挡箭牌，胆子不小。余承孝还有个胞妹，也就是余生生，年19，16岁因天资卓越被天宫阁收录，现于九玄神兵署研习。其父母在兄妹二人幼时便双双殒命，余老将军生前也并未纳妾，故而余家直系同辈只有这兄妹二人。今日正阳大街的金马是怎么回事？此事乃是苏府庶女苏莲儿所为。属下查到街上还有一伙人在暗中盯梢，属下抓到一个，从其口中得知，他们原计划是等余承硕下马后趁机暗算，现在人还在地牢，等待主子处置。哦，人不必留了，占地方。是，主子，可要顺手暗中做掉余家，将兵权收回朝廷。不必，留着他们。本王倒觉得余家那个牙尖嘴利的小骗子有趣得很。是。有意思，区100两，就敢雇我来当挡箭牌，胆子不小。将军，那人的底细已查明，请您过目。他娘的，老子倒要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敢动我余承孝的妹妹！混账！好啊，好一个天煞孤星！你自己看看，克死父母不学无术，天煞孤星，合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你到底哪来的狗胆敢打我妹妹的主意？大舅子，你这军部的情报网倒是灵通，这么快就把我的老底掀了个干净。你还有脸笑？不过大舅子此言差矣，我可不是废物，我只是个身世坎坷、最招大小姐疼惜的娇弱美男子罢了。难道大舅子没有为我的美貌所称道吗？你这个死断羞羞，你给老子离远点！这男人当真浪荡，连我哥都不放过。不过戏演到这儿，还得再加把火。哥哥，你凭什么这么说他？生生，你让开！这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市井流氓，你清醒一点！不是的，他根本不是自甘堕落，他只是命途多舛。他3岁便无依无靠，在街角受尽白眼；15岁就在刀口舔血的市井里打滚。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懂吗？他吃苦。哥哥，你看，他表面上一副放浪不羁的做派，其实内心很脆弱。你看他这邪魅的眼神，就是常年遭受世道毒害的证明。
他只有伪装成这副样子，才能保护自己。哥哥，我不求他功名利禄，我就爱他身上这股旁人没有的清冷与破碎。我就是要用我一颗炙热的心，去融化我家阿寻幼时曾遭遇的风雪。这女人大胆！你给我撒手！大舅子，你舍得拆散我和他吗？哼！你给本将军等着！阿寻，你别怕，我哥其实是个纸糊的，他就是虚张声势，肯定不舍得拆散我们。这是亲哥，亲哥，哥哥是不会打我的。明明这么害怕，还要壮着胆子挑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说白了，不就是想要钱吗？这里是5万两银票，你现在立刻拿着钱滚出京城，永世不准再见生生。这于大将军倒是出手阔绰。哇，整整5万两，哥哥你出手太大方了。松手！你给我放开！成何体统？银票我就收下了，没想到大舅子如此心地仁善，着实体贴。拿了钱就快滚！大舅子，钱我收了，但我对生生的感情是真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他。你拿了老子的钱，还要在这儿恶心老子！哥，我就知道你口是心非，嘴上死活不同意，背地里却偷偷塞给我们5万两银票。我终于明白了，哥哥，这分明是你变相给我的添装，你定是怕阿寻太穷给不起聘礼，怕我嫁过去受委屈，所以宁愿自己当恶人，用这种方式暗中波及我们。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哥哥，你借着赶人走的由头把钱塞给我们，我懂，我都懂。哥哥实在是太伟大了，死去的爹娘知道你对我这般好，一定也会欣慰的。大舅子，以前是我狭隘了，误会您是个嫌贫爱富之徒，没想到您用心良苦，竟到了这等忍辱负重的地步。大舅子放心，这5万两我一定当做我与生生的安家本金，每分每毫都花在生生身上。日后我若出人头地，定加倍奉还。哥，你怎的一言不发？是不是被自己这无私的兄长之爱感动哭了？你们，坏了，好像真把哥气着了。算了，他从小就这样，睡一觉就好了。搞定。合作愉快。分赃了，见者有份，分我一半，拿来。方才大小姐不还说这是咱们的安家本金吗？呸！少废话。25000两，少1厘都不行。小姐，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是不是我哥在书房闹着上吊了？不是主子，
是那位苏姑娘，她此刻正在咱们将军府大门口淋着雨呢，眼看着体力不支就要晕死过去了。淋雨示弱，哄骗我家大宠狗苏莲儿。前世你就是用这些招数来博取我哥同情，顺利住进将军府。这一世你还想故技重施？不必管他，爱死不死。哎呀，大小姐，那可是人命关天呀！真死在门口，御史台那帮人又要参我们将军府草菅人命了。你尽管放心好了，他可比谁都惜命。这会儿医馆的春凳和郎中，怕是早就已经在街角备好了。这女人套路可深得很。灵儿，你坚持住！官将，叫府医，快叫府医！这小哥哥，咦，这么恶心的事情，想一想都觉得膈应，还是钱香。哥，你是不是又想去管那个女人？本将军只是去看看，免得她真死在门口，坏了余家的运势，晦气。不行！生生，别胡闹，放开！我不放！他就是在演苦肉计博同情，一个大活人，淋点雨怎么可能要了命？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府门一步，我立刻就跟阿寻当场成亲！生生，你疯了，快起来！一拜天地，这女人，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罢了，随他吧。余生生，你简直无法无天！也不知道撑伞，等会儿若是淋雨得了风寒，怕是要跳不动了。我就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了？今天要么你让那个白莲花滚，要么我马上跟阿寻入洞房房，你选吧。将军，不好了，苏姑娘在府门外的石狮子旁晕死过去了，整个人倒在积水里，好像已经没气了。哥，滚开，别挡本将军的路！大舅子，雨这么大，是想给苏姑娘训出情呢，还是想在京城百姓面前演一出大戏？人命关天！得，我只想请教统领大人一个问题：那位苏姑晕倒在水坑里时，脸是朝下还是朝上？是仰倒着的，脸朝上。这位苏姑娘求生欲倒挺强，连晕死过去都知道要选个不会被水呛死的姿势，真是聪慧过人啊！真正失去意识的人，怎么可能控制自己倒下的姿势？这个混混是在暗示我，苏莲儿是在演戏。听见没有？我家阿寻都看出来了，那个女人根本就是在演戏，她就是要把你骗出去，好让你得风寒病死。这世上怎会有如此恶毒心肠的女人啊！真正落水窒息的人，是绝无力气挣扎大海，而这位苏姑娘又是淋雨，又是差人传信放狠话，生怕将军府不知道她要寻死。这不叫寻死，这叫搭台唱戏。目的嘛，自然是为了让大舅子你这位唯一的看客，心甘情愿地买下他那张天价的卖身契。管家，让人把他抬进来吧。是，主子。倒是装得挺像。启禀将军，苏姑娘并无大碍，只是淋雨受了些风寒，老夫开几贴驱寒的药，服下便可。程潇哥哥，莲儿好害怕，莲儿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又是这一套，真当我余生生是摆设？哎呦，我的肚子好痛啊，痛得宛如万箭穿心。生生，你怎么了？大夫，快看看我妹妹。哥，一定是苏莲儿把身上的晦气和邪气传染给我了，我得了治不好的绝症。我好像看见咱们死去的太祖母在朝我招手了。陆征，快给我拿纸笔来，我要写绝命书。爹娘，生生来见你们啦！
小姐，圣上，你别胡闹。我死之后，我名下的所有嫁妆，包括母亲留下的关外10处庄子、江南的丝绸商号，全部留给阿勋，一分钱都不留给你这个见色忘妹的冷血哥哥。不行，我得表现得伤心些。圣上，你怎么样？大夫，你倒是说话呀！圣上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小姐确实得了不治之症，我去开药给小姐减轻痛苦。阿雪，我死后你一定要去击鼓鸣冤，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于大将军为了一个外人虐待古妹。圣上，不要说傻话，我就算倾家荡产，也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要不是这混小子嘴角就没下来过，我就真的信了，一唱一和的把将军府当戏院了吗？你们。余生生我动不了，这个野男人我还能没办法吗？程硕哥哥，这可是余家的家务事，让一个满身酸臭、来路不明的叫花子赖在府里，实在碍眼，就该把他撵出去。珊珊，我扶你起来。放肆！你身下那张紫檀木椅，乃是当今圣上亲自给大将军的御赐之物，价值连城。你一个卑贱的流民，怎敢用你的安扎身子染指？闭嘴！这个叫花子的眼神好可怕，他到底是谁？这暗纹是黑金玄月藤。父亲当年说过，那是大有隐士贵族百里氏的核心徽记。那是手握900万暗兵，连太后与当今圣上都要忌惮3分的隐秘禁忌。你到底是谁？要被认出来了吗？怎么办？这场游戏好像还没玩够。哥哥为何这样看着邵千雪？难道看出我俩在演戏了？哥，我好难受。贱人，都是你这个疯丫头害我！我今天要撕烂你这个贱人的嘴！报告人啦！圣上躲开！敢动我的人，你是在找死！他身上好香啊，是淡淡的冷香。真是废物，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了。哥，你快看啊！苏莲儿方才分明是想要打掉我和阿勋还未出世的孩子，你难道不管吗？那可是你未来的亲外甥啊！苏莲儿，你竟妄图伤我妹妹！你这个毒妇！于承轩这个蠢货是瞎了吗？明明我才是受伤的那个人啊！陆征，带人给我进来！末将在。把这个疯妇给我扔出去，连同他送来的所有烟糟东西，立刻全部扔出将军府大门！于承硕，你怎能如此负心？你忘了我爹临终前你是怎么答应他的吗？你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你这个负心汉，你不能这么对我！老师自然对我恩重如山，可老师临终托我护你平安，不是让你拿着这份恩情，在我将军府兴风作浪，害我妹妹。把人拖走！吵死了！他究竟是谁？来将军府又有什么目的？你到底是谁？哎呀，阿寻，我这头突然晕得厉害，肚子也饿扁了，我累了，你快扶我回房歇息。好，听你的，我们回房。哥，时候不早了，你早点歇息。我和阿勋先回房去睡了。阿雪，快扶我一把，我走不动了。下去吧，让我一个人带着。
成书、余生生，还有那个该死的野男人，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绝对不会！世子一定会帮我的。苏姑娘，您怎么弄成这样？快上车！世子爷正在府里等您呢。怀瑾哥哥，是余家那对该死的兄妹，还有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野男人。将军府好大的胆子！他们不仅当众羞辱我，还硬生生把我从将军府扔了出来。怀瑾哥哥，莲儿好冷，莲儿好害怕呀！余承轩，他不过是一个刚从边疆回来的莽夫，给你当了10年的群下臣，他能有这个狗胆？都是那个疯子余生生，他定是给秦霄下了降头，这才合谋起来作践我。怀瑾哥哥，你一定要替莲儿报仇啊！他余承绍不是最在乎余家军的功勋和将军府的声誉吗？本世子今天就让他看看，得罪我燕怀瑾的女人会有什么下场。立刻联系京城所有的茶楼说书人，清流如生，将消息散播出去，就说余承树为了讨好新欢，罔顾恩情，殴打驱逐王师之女，致使苏莲儿于暴雨中昏倒在将军府门口，险些丧命，却无人问闻。世子英明，属下这就去办。再打点好御史台的言官们，半个时辰内，本世子要让这桩丑闻传遍金銮殿。这次定要让余承绍彻底身败名裂。陆正，将军，不好了！何事如此慌张？现在全城都在传，说您忘恩负义，不顾已故苏太傅的恩情，将苏姑娘挡在府外，害得苏姑娘在暴雨中跪兑吐血，险些丧命。啊！如今御史台联名上折走，弹劾您失德。户部已以此为由，克扣了余家军下个月的军饷。圣上更是降旨，要将您停职查办。将军，你没事吧？混账！分明是有人在背后做局，立刻给本将军去查，这背后操盘之人到底是谁？苏太傅一生清流，也教出了如此至情至性的好女儿啊！苏姑娘，听闻前天夜里你被余将军冒雨赶了出来，差点丢了性命，可有此事？诸位莫要怪程苏哥哥，是莲儿命薄，不该雨夜上门叨扰。程苏哥哥只是一时糊涂，莲儿不怪他。哪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是啊，苏姑娘，你这么善良，不该谴责自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这样说程潇哥哥，他一定有他的苦衷。余丞相，这是你欠我的，我要让你们兄妹二人在京城死无葬身之地。在京城能有这般通天手段，瞬间调动青岩言官的，除了燕国公府的世子燕怀金，绝无第二人。流言猛于虎，燕怀瑾，你为了毁掉我余家，竟然连女子的清誉都拿来做马前卒！这苏莲儿简直是个臭不要脸的戏精，那个燕怀瑾更是个睁眼瞎的大烟铲，气死我了！生生，你先回房去，这事儿你别插手。哥，咱们也别憋着。
苏莲儿和燕怀瑾以前肯定少不了见不得光的破事儿，咱直接找人将其写成春宫戏本，再找几十个锣鼓班子，在京城最大的茶楼天天唱夜夜唱，看看到底谁先丢尽脸面。闭嘴，胡闹！这关乎我们将军府的生死存亡，岂能当成儿戏？陆征，本将军命你不惜一切代价，去买断京城所有茶楼的唱本，绝不能让流言再传下去。将军，属下无能，对方找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连街头的小乞丐都在传唱，咱们根本压不住啊！难道余家当真要断送在我手上了吗？吵死了！这家伙，难道要因为将军府发不起月银就撂挑子不干了吗？进来。主子，其一，日落之前将京城关于余家的流言彻底清理干净，不留一丝痕迹。其二，3日之内，本王要让燕国公府倾家荡产，爵位不保。属下领命。下去办吧。燕国公府吗？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本王的人？将军，大喜事！惊天大反转啊！何事？难道是那些流言？没了，全没了！一夜之间，京城所有的茶楼、书院、勾栏瓦舍，凡是搅过余家舌根的地方，全被京城巡阅司带人贴了封条。巡阅司，他们平日里最是和稀泥，怎会突然出手？不仅如此，那些说书人昨夜全被抓进了天律司大牢。如今，流言在大幽百姓口中瞬间消失，谁也不敢再多说半个字了。哥，你快看这官府布告，天律司与巡阅司联合发布通缉令，说燕国公府包藏祸心，并附上了3日前苏莲儿指使马夫当街纵马，有意暗害余将军的证人供词。这不单单是流言的平息，天律司的公文竟然直接指名道姓地质问燕国公府包庇杀人犯，这是赤裸裸的绝对权力碾压，是警告。风评彻底反转了，苏莲儿从可怜的受害人，瞬间变成了杀人未遂的逃犯。可那只在幕后只手遮天，瞬间扭转乾坤的通天大手，到底是谁？传天家口谕，燕国公府涉嫌勾结外敌，私吞军饷，贪没赈灾银两，现由天机阁、法纪司、天律司联合入驻。即日起，国公府由禁卫军合围，名下所有通兑钱庄与地契全部查封，世子燕怀瑾革去一切功绩，限制出京，听候发落。好，哥，你听见了吗？那个王八蛋遭报应了。燕国公府就这么倒了？是他吗？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巧合？就是他。哥，阿玄，你们两个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干嘛？将军，门口盯梢的兄弟传话，说禁武卫的人方才已经将燕国公府重重围困。不仅如此，他们当着燕世子的面，硬生生将重犯苏莲儿强行提走，直接押往天律司受审了。将军，弟兄们在暗中瞧见了。燕世子起初还想拔刀阻拦，但为首的那个禁武卫统领只说了一句话，燕怀瑾当场就吓得丢了刀。说了什么？对方说，我们奉的是百里氏的死令办事，世子爷若想死，
大可妨碍试试。哥，你和陆征大呼小叫的干嘛呢？你的脸怎么黑得像要吃人似的？黑金玄月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手，让国公府一袭抄家的通天力量，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指向了那个神秘家族。今日京城发生的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大舅子，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听不懂？一夜之间封了全城的口，当着燕国公府的面强行所拿重犯，这些不是你做的吗？大舅子当真抬举我了。我刚刚不过是在后院迷了路，顺手喂了只怕人的肥猫罢了。至于什么燕国公府，我一个市井流民如何能查得上是喂猫？娘的在鬼扯什么？这种骗3岁小孩的鬼话，也就我那个傻妹妹会相信。你以为本将军他一样好骗呢？哎呀，哥，你干嘛像审犯人一样审我家阿寻啊？阿寻胆子小，你别吓着他。他胆子小，怎么看也不像吧？我都说了，有孕之人不能累着。我现在困得不行了，阿寻，快带我回房睡觉。他这是在警告我。阿寻，你傻站在门口当门神呢，怎么不进来？这丫头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避讳？放心吧，没人看见。再说了，我们连天帝都拜过了，就算被人看见了，那也是名正言顺。倒是挺合情合理。好了，现在来谈正事。为了接下来长期稳定的合作，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签一份正式的契约。聘君吗？第一条，邵千寻在雍期之内必须无条件扮演余生生的聘夫，对外宣称你是我入赘的夫婿，你的身份是穷困潦倒但俊俏万分的破碎感浪子。注意，破碎感是重点。倒也没到穷困潦倒的地步。第二条，邵千寻必须随叫随到，全力配合雇主上演私定终身、未嫁有孕、为爱殉躯等经典戏码，且在演戏过程中绝对不得笑场。好，聘夫遵命。第三条，邵千寻必须时刻谨记自己的契约身份，平日里对雇主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更不可动手动脚。第四条，秦酬待遇，每旬50两白银，岁末双俸，包你1年的衣装食宿以及跌打损伤的医药费。怎么样？这不比你在赌房靠运气强得多？待遇丰厚，可以。这次字迹笔锋锐利，竟然带着一股内敛的霸道之气。契约已成，从现在起，邵千寻就是大小姐你的人了。敢问大小姐，今晚想先做什么？你离我远点！大小姐这么说，可是伤了阿寻的心啊。他在干什么？你做什么？深更半夜的，你快松开！东家，刚才签的契约第4条，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写着包衣装宿疾。这既然包了衣食，自然也得包了我的住处。死变态！不早了，本姑娘困了，你快回你的西厢房去。这丫头，平日里嘴上比谁都厉害，实则根本经不起半点撩拨，胆子没真谦大，倒是1等1的会做戏。东家，你睡得倒是舒服，可我这个聘夫今夜却只能宿在简陋的客房，没有东家在，我当真是彻夜难眠啊。那外厅不是有张罗汉床吗？铺盖都是现成的，你去睡那儿。契约上只写了包住，可没写让你我2人分房睡。况且我瞧着东家这张拔步床宽敞得很，睡下咱们2个人绰绰有余。邵千寻，你做梦！你给本姑娘圆滚滚的去外厅睡！
好了，不逗你了，快把头探出来，别在里头把自己憋坏了。他究竟要对我妹妹做什么？我不出来，出来你又要占我便宜。大小姐，你若是不自己出来，那我可就进去了。听话，让我进来。乖，别乱动，我会很温柔的。温柔？温柔你大爷！本将军要杀了你！不行，不能踹，这一脚下去，生生的清白就毁了。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有手眼通天的本事，到时候怕是会连累整个将军府。这个可怕的家伙，到底要对我那单纯可爱的妹妹做什么？生生，是哥哥没用，保护不了你。臭流氓，登徒子，不要脸！他刚才那些故意引人遐想的混账话，根本就是说给门外那个笨蛋哥哥听的。不过是想借机逗弄一下这对防我如防贼的兄妹，没想到会这么有意思。行了，东家，快些睡吧。别，哎呀，忘了，明日一早还有你口中所谓夫婿大改造的计划呢，我可是万分期待。余家究竟是引狼入室，还是请回来一尊打不得骂不得的活祖宗？我堂堂镇守大幽边关、手握10万重兵的豫大将军，今日在自家府邸里，竟然被一个无赖逼到了如此憋屈的境地。更揪心的是，我那单纯的妹妹，此时还浑然不觉的主动往这个深不见底的火坑里跳。阿寻啊，多吃点，看你瘦的，千万别跟我客气。大舅子这是已经妥协了。阿寻可爱吃得惯，要是不合胃口，我这就吩咐厨子去准备些关外进贡的雪山驼峰和8珍燕窝。不用。哥，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以前苏莲儿在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巴结人，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我们阿寻手里了？胡说八道！长兄如父，我这是关心未来妹夫，对，关心未来妹夫。行了，今天本姑娘有重要任务。今日完美夫婿大改造计划正式启动。你瞧瞧你，天天穿的跟个刚被恶女霸凌了的良家妇男似的，一身狼狈，哪里像我们将军府高贵的赘婿？今天本姑娘要把你改造成温文尔雅、惊艳全京城的清贵公子。改造他？他怕本就是大幽的贵族公子，还需要改造？生生啊生生，你真是无知者无畏。今天咱们的目的地是京城最大的绸缎庄和玉器行，本姑娘今天包场，阿寻看上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那便多谢娘子了。阿寻，快瞧，那是大漠运来的金线米菌，千金难买，咱们先去那家看看。俗？俗？那可是孔雀羽线织成的。贵且俗气。阿寻，这是什么冷门的小商铺啊？连个红绸子都没挂，瞧着怪冷清的。我的好姑奶奶，这可是大幽顶级贵族圈里千金难求一时的金玉寺啊！寻常百姓连门槛都摸不到，你管这叫冷门商铺？老朽给于大姐请安，
大小姐大驾光临，小店真是蓬荜生辉。掌柜的，你认得本姑娘？大小姐如今在京城风头无臂，老朽怎会不知？不知大小姐身边这位气宇轩昂的公子是？听好了，这是本姑娘的未婚夫婿，今天得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宝贝都拿出来。昆仑万年寒潭里开采出的冰状羊脂玉，产自最险峻的鹰丝峰，一年仅产10块。这块包浆和油脂密度，只能算勉强过得去。我听到了什么？西域瀚海深处的千年老血火，可惜雕制过时用的是寻常边铁锉，而非金刚砂，内里留了细密造纹，佩戴久了极易碎裂。哪来的利益小主？好在店里没有旁人，不然这生意还做不做？天哪！他平时不就是一个混迹酒馆、靠脸吃饭的浪荡无赖吗？他怎么会懂得这么多连鉴宝宗师都未必看得出来的珠宝秘辛？大内金锉刀防伪衬，宫廷掐丝工艺，手工倒算细致，可惜这赤金纯度只有85%，太普通，配不上你。这位主绝对是来砸场子的吧？还好，还是有这位主子看得上的。邵千寻，你今天必须老老实实的交代，你一个混迹酒肆的穷小子，怎么会懂这么多珠宝秘辛？我想想啊，该怎么忽悠这小傻不知呢？以前我在破庙乞讨打盹时，有幸遇到过一位极其富有的珠宝大商，他见我可怜，便收留了我。收留你？我在他铺子里打杂跑腿，天长日久，自然跟着学了些皮毛。少胡扯，光是打杂跑腿，怎么可能懂得大内金锉刀和冰种羊脂玉这种不传之秘？寻常杂役能识得些普通金银就已是不易了。东家果然聪明，实不相瞒，打杂确实学不到这些，这些都是在下夜里趁着富商睡熟，偷偷去他书房盗出绝密图鉴，自己躲在柴房研习。你偷书？毕竟在下若想精准吸引到像东家这般人傻钱多的世家千金，总得在这些傍身之计上用点心，不是吗？阿寻，你以前居然吃了这么多苦，你真的太不容易了。他怎么哭了？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有本姑娘罩着你，你再也不用故作坚强了，因为你的强来了。好，都听东家的。这就信了？不是余生生这种荒唐至极的鬼话，你居然也信？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吗？光看图怎么能看出雕刻工艺和赤金纯度？你当他是神仙不成？色令智昏啊！掌柜的，账目直接记在将军府账上，月末去我哥那儿支银子。是。大小姐慢走，公子慢走。阿寻，我们走，去下一家。好你余生生，花你哥的岳父是一点也不手软啊！哟，我当是谁在这大呼小叫，原来是我们将军府的余大小姐呀！林之羽，好狗不挡道，给本姑娘滚开！当了大将军的妹妹，脾气真是见长，只可惜你们兄妹两人的眼光，真是一个比一个差劲。哪来的秋后蚂蚱，当真聒噪。余生生，你放着京城那么多高门世家公子不要，居然自甘下贱，喜欢上这么一个臭要饭的穷酸叫花子。林之羽，有种你把刚才的话给本姑娘重复一遍。重复便重复。本小姐说，你身边这个小白脸，不过是个靠女人养、吃软饭的市井无赖。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对我的人指手画脚？放肆！怎么跟我们二小姐说话呢？我的牙！余生生，你竟敢在天子御街动手打我太师府的人，打的就是你的人，再敢多嘴，本姑娘连你一起揍！都给本姑娘听好了，就算我家阿寻真是个吃软饭的，
他吃的也是我余生生的软饭，本姑娘乐意养着他，关你们屁事！他说他乐意养着我。林之宇，你再敢当着本姑娘的面说阿寻一句不好，我就直接把你满嘴牙全部敲碎，让你这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喝稀粥！滚！你当真是个泼妇，难登大雅之堂！好你个余生生，你给本小姐等着！寻月寺的人都死哪儿去了？本小姐在天子脚下遇袭，还不快滚过来！灵儿小姐，卑职在，发生何事？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我太师府的黄金牙牌，今天本小姐就要用全身砸死这两个贱人！巡检，本小姐命令你动用寻月司所有官兵，将余生生和他养的这个吃软饭的男迷当场所拿，立刻打入死牢，若有反抗，格杀勿论。于大小姐，这太师府的印信在此，卑职奉命行事，还请大小姐不要让卑职为难，跟卑职走一趟吧。林之宇，你少拿着鸡毛当令箭，这里是京城，不是你太师府的后花园。在这京城，我爹就是规矩。余生生，你如今不过是个领兵将军的妹妹，拿什么跟我斗？阿寻，东家，打架你再好，可这讲道理的事儿，交给我。哟，一个靠女人施舍才能苟活的市井小白脸，这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真是不自量力。这人气场怎能如此强大？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这是余生生，这就是你那男宠套出来的宝贝，一块黑漆漆的破铁烂瓦，莫非是窑子里的劣质铁牌，或者是哪家私抄馆子的储值牌？不用我多说什么。你还愣着干什么？本小姐命令你，快把这个拿块烂铁伪造令牌的刁民乱棍打死！贵人饶命！贵人饶命啊！是小人有眼无珠，冲撞了贵人，小人罪该万死。贵人饶命！贵人饶命！贵人饶命！你至于罪该饶命啊！你疯了不成？你跪这个臭要饭的干什么？大胆泼妇，竟敢当街冲撞贵人，还敢口出狂言！来人，将这疯妇给本官拿下！放开我！我爹是当朝太师，你们敢动我？管你爹是谁，寻月司即刻在街口立下禁入碑，将林之宇的名字记入逐客御册，终生不许踏入正阳街半步。带走！放开我！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放开我！这是怎么回事？阿寻，你是不是疯了？你老实告诉我，这牌子到底是从哪儿偷来的？东家，你这般瞪着我作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欺负了你。邵千寻，你是不是疯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私底下偷偷去找了京城黑市的曹帮，跟他们签了见不得光的阎王血契？你以为本姑娘在深闺里什么都不懂吗？那帮亡命之徒最是阴狠残忍。他这是在担心我。你以为本姑娘在深闺里什么都不懂吗？他们先用大笔银钱和伪造的贵人令牌诱你入局，让你在人前风光。有点像。等利滚利，滚到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你砍断手脚，甚至把你卖到北境极寒之地的黑金矿山里，让你当一辈子苦力，活活折磨致死啊！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去招惹他们？仅仅因为林之玉刚才说了你几句，你就要铤而走险去签那种卖命的血契吗？本姑娘在御街上跟他对骂，用碎玉砸他都行，你何苦为了男人的那点尊严，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啊？好了，我下次不这样了，好不好？
我本想过无数种自己身份败露后的场景，或是他惊恐下跪，或是他愤怒指责，却唯独没有料到，他会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误会，为我急得嚎啕大哭。傻丫头，不许哭！谁哭了？本姑娘只是眼睛里进了沙子。你别怕，这笔债，本姑娘替你扛了。我回去就把我攒的所有私房钱，我哥偷偷给我的提子银子，还有我娘留给我的嫁妆首饰，全拿去典当了。只要有我余生生在，砸锅卖铁也一定帮你把债还清。好，都听东家的。以后我的这条命，便彻底卖给东家了。那枚能让巡检当街下跪的黑色令牌，绝非寻常之物。邵清心，你到底藏着什么通天的身份？调动地字号死士，今夜潜入巡捕司衙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今日那枚令牌的底细给本将军查得清清楚楚。这些不够，还差得远。看来得把我那套少丝的攒珠凤冠悄悄拿去黑市换钱了。太后赏的东西都敢拿去当了，这傻丫头为了我当真不要命。你还笑？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为了男人的一口气，就去跟曹邦谦阎王血气，你真当自己有9条命啊？从今天起，本姑娘亲自教你世家礼仪，省得你以后因为出身寒劣，在那些世家子弟面前自卑。过来，跟本姑娘一起看。好啊，东家想怎么教，我便怎么学。这人长得果然祸国害民。有刺客！快来人啊！走！少将军，令牌踏本拿到了。来人，快把他抬下去医治，用最好的解毒药。能说，记住这3个图案。整个大幽朝，除了在金銮殿上，你只可能在3枚绝密令牌上见到它们。爹，这是什么令牌？它们合称镇世3器，是皇室为大幽3个功勋最卓著、底蕴最深厚的神秘家族专门锻造的，乃是皇权以下可以藐视一切的至高权力。第1枚刻着白鳞暗纹，在宗室5勋钱硕侯萧氏手里。不过萧氏一族被禁止入京，你倒不必过多留意。刻着青鸾暗纹，曾经在文德太傅苏氏手里，只可惜随着苏太傅的祖爷爷去世，此令便不见了踪影。苏家也因此在京城逐渐落败。这最后1枚，便是玄泽令，在前朝冤横国公百里氏手里，随着百里一族隐退，已经数10年未曾现世。爹，这样说岂不是3枚令牌都已沉寂？何故这般谨慎？程少，都给老子记住了！你遇到了这几枚令牌的持有者，立刻跪下！跪下！对，就算他要你把整个将军府双手奉上，也绝对不能有半点犹豫，否则我于家必将万劫不复！玄泽暗纹，随手拿出玄泽令的，只可能是百里一族唯一的嫡系后代，那个传说中隐退朝堂、手握天下重兵的监国摄政王百里轩。个不学无术的烂赌徒，也敢染指我妹妹！你自己看看，克死父母不学无术，天煞孤星，合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你到底哪来的狗胆敢打我妹妹的主意？这里是5万两银票，你现在立刻拿着钱滚出京城，永世不准再见生生。
勾郎浪子邵千溪，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啊！之前居然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跳了这么久的舞，完了完了，余家要完了！不对，还有生机，生生，还有生生！这位爷，明显是在陪生生玩金屋藏娇的戏码。只要有生生在，看在生生的面子上，将军府就还有救。阿寻，你瞧这件道丝仙鹤朝服，若是在腰间配上一块极品的羊乳玉佩，走起路来必定贵气逼人。你以后就要这么穿，才能伪装成顶级世家子弟。哥，你大白天的跑什么？得赶紧给这位祖宗跪下，可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哥，你这是做什么？完了，忘了这茬了。我巡爷，您渴不渴？累不累？要不要我给您削个贡梨，您尝一口润润喉咙？巡爷，这又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鬼称呼？还有，我哥刚才是不是给阿寻跪下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没发热啊，身上也没酒气。哥，你到底发什么疯？你是不是被苏莲儿那个坏女人给气得得了失心疯了？现在要是被你发现真相，这位祖宗怪罪下来，我们全家都要去刑场排跪等着砍头啊！这位大舅子也挺有意思。大舅子，这梨瞧着倒是不错。好嘞，巡爷，你等着，我这就给您削皮。哥，你干嘛叫阿巡爷？什么巡爷，多生分！生生是我的亲妹妹，她的未婚夫婿，那自然便是本将军的亲贤弟啊！来，贤弟，尝尝这贡梨，甜得很。不对劲，我哥不对劲。邵千寻，你跟本姑娘说实话，我哥今天这么反常，是不是他背着我在外面赌钱，或者挪用了军饷，然后你把借的印子钱又借给他？可能是吧。果然如此，怪不得我哥之前拼了命的想把阿寻乱棍打走，根本不是看不起他出身贫寒，分明就是怕阿寻这个债主上门讨债啊！贤弟，你在府里住的可还习惯？要不大舅子给你换间更好的厢房？我看我的房间就不错，我搬出来给你住吧。换房就不必了，只是这儿的梨木已硬得像铁，坐久了确实腰酸背疼。哎呀，是我疏忽了，贤弟坐直。我在军中练就了一手大金刚推拿术，这就给贤弟松松骨。贤弟，这推拿手法就这热浴效果最佳，您可一定要答应，要不今晚我亲自伺候你沐浴，用西域最顶级的龙胆香，亲自替你擦背，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哥，你疯了！哥，你简直是疯了！你一个堂堂守边大将军，居然要亲自给另一个大男人擦背！你懂什么？长兄如父，我这是在关心未来的妹婿，促进我们郎舅之间的感情。你少来！你分明是欠了阿寻巨额的债款，还不起，就想以此来赖账。什么赖账？难道是指那5万两的银票？可这位活阎王不是已经收下了吗？等等，生生怎么会觉得本将军欠了他的钱？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都不重要。生生，你之前不是提到天宫阁的掌事官故意刁难你，不肯发给你天宫神将金书令吗？是啊，明天就是天宫阁最后的考验了。可那个掌事官故意针对我，我这次恐怕要被天宫阁除名了。欺人太甚！明天哥亲自带兵去天宫阁，找那总掌事问个清楚。大舅子不必操劳，明日我去接生生下学。你在天宫阁哪个属部？你连兵器都没摸过，打听这个做什么？总得知道东家在哪个宫房，免得接错了人。是在工部的九玄神兵署，里面只有我一个女子。自从我们府跟国公府撕破脸，那里的掌事官张清风天天克扣我的玄铁料。张清风，好，我记下了。
东家，明天等我。等就等嘛，干嘛总是摸我头发？小云好不容易梳好的发髻都给弄乱了。余生生，今日的军功图纸为何还没画完？你想吃军法不成？张长史，这尊千机箱的齿轮磨损严重，有炸膛的危险，必须立刻报修。少拿借口推脱。早说了，你一个闺门女子懂什么神兵机关，简直是荒唐。早给你说了，这千衣箱坏了，你偏不信。这下好了，彻底废了。好你个余生生，竟敢故意破坏军需器械，企图谋杀朝廷命官！今天不赔偿白银1万两，本官就让兵马司把你打入死牢！不是你，东家，下雪了，咱们该回府了。天宫阁重地，闲杂人等岂能擅闯？谁把他放进来的？哦，你就是传闻中那个依附余生生的市井男宠吧？呸，下作之辈！你来的正好，今天要么拿3万两银子私了，要么你俩一起去牢里做苦役。不急，等我一下，我去净个手。哼，没用的东西，这是吓得要尿遁了吧？阁主，您来的正好，这余生生，混账东西！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阁主，这是怎么了？皇上口谕，神兵署玩忽职守中饱司囊即日起脱离工部，划归摄政王府迁兵器械司管辖。长事官张清风诬陷将门，欺压天宫，即刻革职，罚银10万两3代之内，永不录用。怎么会这样？是他们。东家，咱们走吧。咱们回家。阿雪，刚才在大殿里，张清风怎么突然就遭了这么大的报应？摄政王怎么会突然管起我们神兵署了？恶人自有天收，大约是他平时坏事做尽，报应到了吧？哈哈，没错，定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真是活该。走，今天本姑娘高兴，带你去吃京城第1酒楼的酱肘子。我懂了，张清风本来想用坏掉的千机箱害我，结果差点把自己炸死，吓破了胆。后来他想讹亮，急火攻心，自己摔碎了掌页印，所以被革职了，真痛快。东家英明，分析的丝毫不差。余生生，本官落得今日这般田地，全拜你和那个贱民所赐。可看清楚了，就是那个女人和一旁的小白脸。我要你们打断那男人的双腿，让他变成废人。至于余生生，随你们怎么处置。张大人放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今晚哥几个保证让他们走不出这条街。得罪我，你们也别想好过。吃得好饱啊，不愧是京城第1酒楼，果然名不虚传。站住！你们是谁？是不是张清风那狗贼派你们来报复的？哟，小娘子倒是聪明。哥几个，动手！先把那小白脸的腿给老子卸了。别怕，一起上，我赶时间。
这人扮猪吃老虎，这活计接不了。都别动！老奴参见王爷，惊扰王爷与姑娘圣驾，此等狂徒该当何罪？这是什么情况？王爷，是就地处理，还是按老规矩办？不急。大人饶命！王爷饶命！小人再也不敢了！我是被逼的。他竟是王爷，怎么可能？下官京兆府尹王明，参见王大人。九玄神兵署前长侍张清风买凶行刺将军府小姐，涉案共计8人，后续王府会亲自跟进核实，还请府衙务必从重从严判处。是，此等目无所法的小人，下官这就将其抄家流放，绝不姑息。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大人饶命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快，查封张清风名下所有账房、钱庄和商铺，将此案立刻呈报御史台。是，大人。姑娘放心，下官定要让她下半辈子都在天牢里度过。谢谢大人，大人秉公处理就好。那如此，下官就告退了。对了，你没受伤吧？那些地痞没伤到你吧？放心，他们还伤不到我。哇，阿玄，这是什么阵仗？金子居然是真的，连车轮子都带着檀香味，连胸脯都硬邦邦的，这戏班子找的可真专业。阿玄，你今天太厉害了，竟然能搬来救兵！不对啊，这么高档次的香车和群演，租一天得多少银子啊？那个大管家演得跟真的一样，连京兆府尹都能请动，你该不会是他的远房亲戚吧？你的小脑瓜一天天都在想些什么？阿玄，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又去借了印子钱？东家莫慌，今晚这些铁骑和宝车，不过是我与他们谈的交情价，不贵。交情价最贵了，事后指不定要怎么翻倍还人情呢。走，多待一瞬都在烧钱，快跟本姑娘回去。哎呦，弟妹，莫慌，弟妹，我是阿寻的拜把子大哥，外人都叫我林哥。今晚这些车马都是现成的，自家兄弟不收钱。那也不行，亲兄弟明算账，等我哥发了军饷，我一定把租金结清。这是借据，你们收好。傻丫头，好了，借据我替林哥收下了。林哥，时间不早，收工吧。对，收工！今晚太白居的铜锅涮肉我请客。这戏班子的执行力简直比我哥的军营还强悍。阿玄，你到底怎么认识这些通天大人物的？以前在地下坊市斗蛐蛐治喜子认识的。行吧，原来是一群败家仔。
生生，贤弟，你们没事吧？生生，可有被那些刺客伤到？哥，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人家戏班子演得高贵又自然，你倒好，出场浮夸，租这辆天山汉白马车，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吧？生生，你怎么能嫌弃哥哥？他们人呢？跑得真快！哼，这帮恶匪竟敢聚众行刺，要是被我抓住，定要将他们全部打入死牢，抄家灭族！行了，哥，他们都被抓走了，要真等你来，黄花菜都要凉了。哥，你把你的令牌给我，我要去钱庄值点银子。你没钱了吗？我家阿寻这场戏可费了不少钱，我得赶快还上，可不能给我的未婚夫婿丢脸。阿寻，拿着，今晚姑息班子的钱咱们自己付，千万别求我哥，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好，用着我的钱还说不求我，这对吗？大舅子可愿意给我用？贤弟，用，随便用。这枚玄金令全大优的钱庄通兑，你想支多少就支多少。将军府高抬贵手啊！我儿清风是一时糊涂，张家3代单传，他要是坐了牢，张家就绝后了。哥，咱们将军府大门口何时改建成办丧事的灵堂了？哟，大半夜的，谁在我们将军府门口哭丧呢？这就不装了。你这个扫把星害人精，你害了我儿子，你怎么不去死啊？这就不装了，怎么不继续跪着？于小姐，放过我儿清风吧，他才30多岁，前途全毁了呀！天哪，公道何在呀？你儿子都快40了才丢了官，可我可怜的未婚夫才20出头，还在外面欠着几千万两的银子钱，我们的人生也毁了。老夫人，你快别嚎了，你这样我心里更是比黄连还要苦啊！要不，老太太先借我们个1800万两黄金周转一下。你这个疯女人！打人啦！快来人啊！也不嫌地上脏，快起来。贤弟，这种脏东西交给我处理，您和生生退后。你方才说要告御状，本将军给你这个机会。来人，将信件呈上来。这是伪造的，你们陷害我儿子！要么带着你的狗儿子滚出京城，要么今晚本将军就让你们张家9族在大幽江山彻底消失。不可能！老东西，听懂本将军的话了吗？你竟敢！把他拉走。是。这是什么场面？生生，刚才好吓人。阿寻，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哥，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刚刚那一副要杀人的模样，都把我家柔弱的阿寻给吓坏了。他柔弱？我家阿寻从小就是个孤儿，无依无靠，在街头吃了多少苦，他心里最是脆弱，看不得这种场面，你下次要注意一点。这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吗？这一滴泪到底是怎么挤出来的？行了，哥，你赶紧让开，别挡着路。阿寻别怕，咱们回家，回家就不怕了。好，我们回家。这都是什么事儿啊？阿寻，从今天开始，我一定拼命在神兵竹进修，努力赚钱，尽快把印子钱还清。好，我都听东家的，东家对我最好了。小姐，天宫阁来信了，是阁主王正通亲自写的。信上写了什么？张清风贪赃枉法，已被永久除名。如今整个九玄神兵署已交由您一人全权负责。老朽明日备下厚礼，亲自登门给您赔罪。这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张清风在天宫阁地位极高，连大阁主居然都要亲自登门向我赔罪。哥，昨日是不是你在背后做了什么？大阁主怎么可能这么怕我？昨日我不是去晚了吗？等等，大阁主，难道王爷昨晚直接把九玄神兵署强行收编了？定是这样，看来这锅我只能替王爷背了。生生啊，我确实在背后找朋友出了点力，帮了点小忙。天哪，原来是我这不靠谱的笨蛋哥哥终于靠谱了一回。大小姐，天宫阁大阁主王正通在门外求见，快请他进来。玉姑娘，老朽御下无方，特来给您赔罪。这是九玄神兵署大署长的聘书，求您千万。王阁主，我尚未在兵署学成，资历尚浅，这署长职位我不能收。你不收，你要是不收，老朽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将军府的柱子上。哎呀，王阁主，使不得，使不得！生生你就快收下吧，别闹出人命。罢了罢了，我收下就是了。您快请起。那如此，我便不叨扰于姑娘了。哥，你简直是深藏不露啊！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让大阁主吓成那样的？我也就是找了军中的几个朋友，随便聊了聊。太厉害了，哥！为了奖励你，今天晚上我同意你给阿寻搓澡了。那是我想讨好王爷随口说的瞎话呀！真去给摄政王搓澡，他不得扒了我的皮？那今晚就有劳大舅子。不要啊！虽然张清风解决了，但阿寻身上还背着20万两的印子钱，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本姑娘必须马上帮自家男人搞钱。有了，阿寻，我想到赚钱的办法了。小云，快去准备马车。是，小姐，小云这就去。阿寻，等会儿跟本姑娘去个地方，你放心，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傻丫头，我怎么舍得让你为我花1文钱？嘿，什么你啊我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乐意给你花钱。小姐，张掌柜来了。大小姐，天大的喜事！京城来了一个神秘的大买家，指明要天价收购您的忘忧九孝。当真？对方出价多少？对方说银子不是问题，但那位买家放话，必须让您的未婚夫婿亲自去酒肆面谈，否则就踏平酒肆。找阿寻面谈？对方到底是谁？阿寻，快醒醒，咱们马上要去干一票大的。东家，我们要去哪儿干大买卖？去忘忧酒肆，只要今晚谈下高价，转手赚他几10万两，印子钱就有望一笔勾销了。好，全凭东家做主。这地方怎么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呸呸呸！就是你们两个，让本少爷等了这么久。拿着这5万两赶紧滚！这间酒肆今后归本少爷了。这地段价值整整50万两，你拿5万两强买，打发要饭的吗？哼，在这京城，本少爷看上的东西，谁敢说个不字？哟，这男宠长得倒是挺标致，本少爷额外赏你10万两，今晚伺候好老子，保你吃香喝辣。你这王八蛋，我杀了你！就拿这点钱，你是想雇我，还是希望我赏你一碗饭吃？嗯？你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不知死活的东西，今天老子非废了你不可！来人！谁敢动本姑娘的男人，今天我就跟谁拼命，让你的臭嘴犯贱！他今天要是少了1根头发，本姑娘先要了你的狗命！这女人真是个不要命的疯子！傻丫头，别脏了自己的手。本将军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将军府的人！敢在摄政王面前撒野，这群蠢货简直是活腻了！就是你敢动我的人，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于将军啊！看到了吗？知道我舅舅是谁吗？他可是黑白2道通吃的虎爷李虎，将本少爷吹响鼓哨，扮入江内，
我舅舅就能赶到，你们将军府就等着在大幽彻底除名吧。这王浩然是傻蛋吗？半炷香，我们早跑没影了。李虎，那是谁？很能打吗？连虎爷的名号都没听过，你个土包子等死吧！李虎手底下养了上万的亡命之徒，这下我们麻烦大了。磨磨唧唧的，要打就快点来，这里面全是这些人身上的臭臭，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们洗干净脖子等着，我舅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完了，这次真的大难临头了。阿玄，要不咱们先从后门溜吧？不必，我倒要看看这个李虎长了几个脑袋。现在跑了，他们也会暗地里找麻烦，这种事就得一次性解决。不过，咱几个能打过吗？再不来我都要睡着了。舅舅，就是这几个贱人打我，还要强抢酒色。这李虎果真凶手。小子，就是你动了本大爷的外甥，活腻歪了是吧？你他娘的是聋了还是哑了？听不见老子跟你说话吗？吵死了！给老子把他剁碎了喂狗！这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求贵人饶命啊！舅舅，您怎么给这个穷包蛋跪下了？你方才说你舅舅很能打，怎么现在不打了？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他是大幽唯一的摄政王，我们全家都完了。就这？什么啊？这么不惊吓？阿寻，我们走吧。好，这里太脏，我带你回家。哎呀，大小姐，天大的喜庆，又有一个神秘大买家要买下酒菜儿。对方出多少银子？对方出价5000万两白银，还说这是给您和这位公子大婚的贺礼。多少？5000万两。我和阿寻大婚的贺礼，这个神秘大买家到底是谁？我认识的人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当贺礼，这人定是阿寻的朋友。我知道了，阿寻一定是隐世的江湖至尊，这一定是他道上的朋友送的。好，这字我签了，张掌柜立刻约买家过来。阿寻，阿寻，我们彻底发财了，我们再也不用为印子钱发愁了。东家，快下来，小心摔着。于姑娘，这是50张10万两的银票，总计5000万两，请您过目。阿寻，痛不痛？我是不是在做白日梦？这可是5000万两啊！痛，东家不是在做梦，这银票是真的。阿寻，今天本姑娘带你去吃京城最贵的炙肉，以后本姑娘养你，让你过锦衣玉食的好日子。好，那我以后就靠东家养着了。阿寻，为咱们印子钱清零，干了！以后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生生，如今债清了，酒肆也卖了，咱们当初签的那份聘夫契约，是不是也到期了？你要走，你不要我了。傻丫头，契约到期，自然要换一份终身契书。我想让你做我真正的妻子。妻子。生生，你可愿意生生世世做我的妻子？阿寻，你个大笨蛋！你是不是在交代后事？是不是有仇家要追杀你？交代后事？你别怕，我现在有5000万两白银，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拿钱砸死他们！好，
有东家护着，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怕。口说无凭，必须立词据，签字，按手印。从今往后，在下就是东家的人了，请东家以后多多关照。你怎么这么乖啊？不行，太晚了，我们要赶紧回家。阿玄，这车是林哥的那辆吗？自然，自家兄弟不做白不做。贤弟，贤弟啊！我身为生生的长兄，举双手赞同这门亲事。这是我将军府全部的嫁妆，求王爷大发慈悲，千万要收下呀！哥，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王爷？贤弟，好贤弟，这是我余家的全部家当，求你务必收下。哥，你大半夜发什么疯？拿个破麻袋装家底当嫁妆，还叫阿寻王爷？将军，属下已查明，那5000万两贺礼是摄政王给的。贺礼？这分明是强行兼并将军府的安置费啊！贤弟，这真的是我最后的私房钱，求您千万要收下呀！别抄我的家啊！哥，咱们手里有5000万两，你拿个破麻袋来装嫁妆，不是丢人吗？生生，你懂什么？这叫财不外露，低调，懂不懂？我不信。阿寻，咱们走，去我房里看宝贝，别理我哥。好，大舅子的心意我心领了，还是你自己收着吧。谢王爷不杀之恩。阿寻，你看，这是我3岁时在府门口扎抹布的画像，当时屁股还摔青了呢。很可爱，我的生生从小就与众不同。贤弟，生生，夜深了，我让人抬一张软榻进来，妹夫今晚直接歇在生生房里，如何？于承少，你疯了吧？哥，你这是引狼入室，快出去！大舅有心了，把榻抬进来吧。我哥绝对被邪祟附体了，他欠阿寻的怕不是钱，是9条命吧？真是风景亮丽呀！阿寻，太阳晒屁股了，今天本姑娘带你出去挥霍，体验有钱人的快乐。东家，大清早的要去哪儿啊？快起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哥，驾车去京城最顶级的布庄霓裳天阙，我要给阿寻买100套蜀锦。多少？100套？怎么，本姑娘现在有的是钱，快走！好嘞，坐稳了，买衣裳去喽。大小姐，西域裁缝大师已在贵宾房等候，您请。哟，这不是快要抄家充公的于大小姐吗？怎么有脸来这儿？刘雨薇，你嘴巴放干净点！一个卑贱穷酸的男宠也配踏进霓裳天阙？识相的立刻给本小姐滚出去，否则你们将军府的叫人来赶，可就要丢尽了。刘家。于生生，识相的自己滚，等掌柜亲自赶人，那场面可就难看了。赶我，本姑娘看谁敢！于生生，我们刘家现在可是搭上了百里家，马上就要再上京飞黄腾达了，
劝你识相点，赶紧滚出我的视线，别给脸不要脸。什么百里千里的，这是商铺，拿得出银子才能站得住脚。这是玄金至尊令，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玄金至尊令，这可是千万两级别的令牌，余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掌柜，你们店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回贵客，是制造大师亲手缝制的星辰仙霓裳，价值800万两，千金不卖。帮我包起来，这件衣服本姑娘要了。你做梦！一个落魄妇凭什么买？本姑娘就是要用这800万两的破布抽烂你的嘴。生生，没必要为了这种脏东西动气。况且，百里氏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下贱男宠，你竟敢直呼百里氏名讳！今天不跪下磕头，你们休想活着离开！男宠？你给本姑娘听好了，我男人根本不是普通人，他是隐退江湖的黑道老大，大名鼎鼎的暗夜之王。你再敢不敬，信不信我男人今晚就派人把你沉进护城河底，天王老子也救不回你的命！就凭这个男宠也想动我？我已经通知了我爹，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刘雨生，你这个逆女，你到底招惹了什么通天的大神？爹，您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快帮我教训这两个贱人！刘雨薇，闭嘴！一个丧门星，我们刘家彻底完了！于大小姐，老臣管教不严，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刘家吧！逆女，还不滚过来跪下！爹，您是不是搞错了？于生生能有什么本事？你让我给他跪下？蠢货，他背后是百里氏。当初燕国公府在一夜之间消失，就是百里氏的手笔。于生生背后竟然是百里氏，那这个男人岂不是？至尊饶命！至尊饶命！是我狗眼看人低，求您放过刘家！哇，阿玄这黑道之王的身份也太好用了，居然把刘家吓成这样！吵死了！贵人，请跟我来，这边请。生生，你在这里等我。阿虚刚才简直太威风了，一个眼神就让刘家跪地求饶。我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进修，赚更多的钱，然后去东海买个仙岛，让他当个快乐的黑道岛主。请进。老奴给夫人请安，老奴是百里氏的大总管。百里氏大总管，你找错人了吧？没找错，为弥补夫人今日受到的惊吓，今日特意送上一份微薄的赔罪礼。赔罪礼？什么礼物？只要夫人点头喜欢，老奴这就下令将大幽最大的商号天宝阁与锦绣坊直接买下，划归在夫人名下。天宝阁和锦绣坊，那可是富可敌国的京城第一商号啊！这人到底是谁？这绝对是阿以前的老部下，居然想用金钱诱惑阿寻重回黑道。夫人也是你叫的，回去告诉你们幕后老大，阿徐早就退隐江湖了，我们现在只想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夫人，主子只是想送你。闭嘴！开口闭口买商号送人，真是俗气。你们要是真有钱，不如去大街上开棚放粮施粥。主子，夫人她……无碍，娘子说的对，你们先退下吧。大总管，属下总结出了夫人的4大喜好：第一，抗拒被称为夫人；
第二，反感奢靡；第三，热衷行善；第四，核心诉求是让主子过平静日子。看来，老奴先前的手段确实太俗气了。是啊，大总管，属下觉得咱们就该把身上的锦囊换成粗布麻袋。妙啊！就按你说的办。阿寻，方才你以前的那些黑道手下来找你了，但被我直接赶跑了，你不会怪我吧？娘子做得对，以后见一次打一次。我就知道阿寻最好了。走，咱们去买定情信物，只买最寻常的普通玉佩。好，听娘子的。本炷香内，把玄蓝珠华玉镯送到金玉寺，记住，必须包装的像个不值钱的残次品。老奴遵命。还是这家店低调有内涵，适合咱们。我的天，这两尊活祖宗怎么又来了？哎呀，于姑娘，稀客稀客，今儿个想看点什么？掌柜，把你们店里最普通、最不值钱的玉佩拿出来。还好，不是来砸招牌的。于姑娘，这双鱼玉佩最适合小两口，成会800两白银。800两？你怎么不去抢？掌柜，就没更便宜、更基础的款式了吗？姑娘，这已经是小店最基础的玉料了。掌柜，听闻贵店有镇店之宝，何不拿出来瞧瞧？阿寻，你疯了！咱们哪有那么多钱？你千万别再去借印子钱了。公子看看这个，这是镇店之宝浩海神心蓝宝，价值3万两黄金。就这，还有更像样的货色吗？原来是这位爷送来的啊！有了，方才一个学徒送来个瑕疵仿制品，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倒也别致。于姑娘且看，这模样可是照着价值10万两黄金的稀世珍宝玄蓝珠华熔制的。虽然模样相差无几，但这个镯子是仿制的瑕疵品，用的是劣质琉璃，一文不值。看在于姑娘是熟客的份上，只要您买下那对800两的玉佩，这只仿制镯子，老朽便直接免费送给您，当是交个朋友。啊，那真是太好了，多谢掌柜的。只是这琉璃仿制品，怎么看着比那3万两黄金的蓝宝还要晃眼？傻姑娘真是好骗。哥，快瞧瞧，这只玉镯好看吗？鲛人类。哥，你怎么了？你护心丹呢？这东西哪儿来的？老实交代！买玉佩送的赠品啊，不过是不值钱的琉璃仿品。大兄，你至于吓成这样吗？仿品？我的傻妹妹，这可是鲛人类凝脂熔制成的玄蓝珠华啊！圣上，你听着，不管是真是假，这东西从今往后比你哥哥我的命还重要，吃饭睡觉都绝不能摘下。好，好，好，懒得理你，神经兮兮的。哥，我们已经交换了定情信物，从今晚起，阿寻正式搬进我的闺房。好，太好了，年轻人就该培养培养感情嘛。贤弟，大舅子我完全支持你。等会儿我就让下人去买最顶级的西域迷音箱，包你满意。哥，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阿寻，咱们走。这小丫头又想做什么？那个，阿寻，你还不休息吗？东家不睡，我怎敢先歇息？
先说好，咱们画好楚河汉界，你睡外侧，我睡内侧，绝不许越界。要是敢半夜摸过来，本姑娘直接把你扔进湖里喂鱼。好，一切听凭娘子吩咐，我绝不越界。这么听话，很好。东家，我冷。冷就把衣服穿上睡。行了，我要睡。嘴硬心软的小丫头，好吃。傻丫头，我倒是想守规矩，这可是你先越界的。余生生，你干什么？阿寻长得真好看啊！东家，大清早的投怀送抱。我没有，我只是想去洗漱。跑慢些，别摔着了，我的小东家。哥，你屋里的床塌了，有床不睡，躺在地上，这是演哪出呢？嘘，小声点，哥在给你们站岗呢，万一有刺客，哥第一个射穿他。将军府守备森严，哪来的刺客？夜里地上该多凉啊！赶紧起来，回你房里去。可别病倒在我门口，我可没钱赔给你。妹妹还是关心我的。想办法让老太君的马车在路上多耽搁几天。诺，本王不想在这个时候被任何人打扰我和王妃的清静。将军，最新消息，进京的官道突然堵塞，京郊马车皆受阻延误。延误的好，马车受阻，老太君便不能立刻来将军府，就还有时间周旋。生生，阿寻呢？在厨房给我做早膳呢。哥，你整天盯着他干嘛？我跟你一起去找他。哇，我家阿寻也太贤惠了吧！谁家摄政王亲自下厨做膳食啊？阿寻，你做的饭太香了，比御膳房的还要好10000倍。快去洗手，准备用膳。贤弟啊，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哥，你眼睛若是进了沙子，便去找大夫。有什么话当面说不得，还借一步？生生，休要胡闹，我是有正事。哥，你是不是又想背着我向阿寻借钱？什么借钱？我没有。我警告你，阿寻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了，你也快戒掉你在外面那些恶习，休想再拉着我们阿寻下水。大舅子，有什么事就直说吧。贤弟，老太君可要进京了，定是冲着生生手上的玄兰珠华来的。要不我帮着收拾东西，你们连夜逃往西域避避风头。大兄多虑了，官道堵了，
老太君的马车这几日都到不了。我当然知道官道堵了，但老太君迟早会来的。难不成这位也想？小姐，这是霓裳天阙送来的今晚雅宴的至尊密帖。好啊，既然有请，咱们便去瞧瞧。先立个难得规矩，今晚去了雅宴，不许看其他世家女眷超过3夕，听懂没有？娘子放心，我眼里只能装得下娘子一人。油嘴滑舌，快走了！你怎的不生酒？不喜。况且这种场合也不宜饮酒。哦，我懂了。阿寻，你放心，待会儿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先撤，本姑娘给你垫后。好，我就靠娘子保护了。哟，这不是于大小姐吗？怎么带了个下贱的面布来赴宴？不过是个街头卖唱的玩意儿，披上黑绸缎也掩盖不住浑身的勾栏卑贱气。周子瑜，放干净你的狗嘴！本少爷说错了。首先，阿寻是我名正言顺的夫君；其次，我看面部的风骨也比你周大少这种金玉其外败诉其中的世家败类要高贵100倍。你个小贱人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狗眼就是不识货，我家阿寻身上这件长袍乃是特制的无价之宝，岂是俗物能比的？无价之宝，依本少爷看，不过是200文一匹的廉价仿品。于生生，若实在缺钱，本少爷可以借你几百两去买身像样的成衣，省得丢人现眼。切，真是狗眼看人低。这是摄政王殿下，应是不便亮明身份。贵人大驾光临，真是让小店蓬荜生辉。不知今晚的安排，贵人可还满意？完了，这个男人根本不是面壁，而是隐藏身份的贵人。阿寻，这位老神仙是谁啊？怎么对你这么客气？一位认识的长辈。周大少，怎么不继续拿银票出来借我了？你刚才的威风劲儿哪儿去了？于大小姐，是小人嘴贱，小人该死，求于大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人一马。
不知死活的蠢货扔出去，传令下去，徐氏商会终止与周家的一切合作。打得好，活该！师生，大事不好了！老太君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一夜之间清通了官道，此刻正带着人往殿内杀过来呢。什么？祖母来了。竟然来得这么快！谁是余生生？立刻给老身滚出来受训！老太太，我就是余生生。余生生，你究竟用了何种卑鄙手段，骗走了我百里一族视若性命的传家之宝？第一，这不过是琉璃制的仿品；第二，这是我夫君买玉佩时掌柜送的赠品；第三，即便此物贵重，那也是我夫君送的定情信物，与你百里氏毫无瓜葛。无知粗鄙！这玄蓝珠华令我花费10万两黄金抢拍的稀世神针，更是大有百里氏历代准王妃才有资格佩戴的传承至宝。完了，这别真是那什么玄蓝珠华，可是这是我和阿寻的定情信物。谁想抢走这只手镯，除非先从本姑娘的尸首上踏过去。你若敢动我男人一根汗毛，我便砸下万贯家财，雇全天下最顶级的讼师，告到你百里氏名誉扫地。我还要批量仿造上万只一模一样的假货，让你们的传家宝彻底沦为烂大街的玩物。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这只是不值钱的假货，为何此时还戴在手上舍不得摘下？我家王妃真可爱。主任，这是阿寻和我的定情信物，不管是值万两黄金还是一枚铜板，只要是有关阿寻的，我一辈子都舍不得摘。阿寻3岁无父无母，在街角饱受欺凌，15岁就在喋血江湖里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头。他好不容易才过上安稳日子，你们这些人究竟有没有良心？为什么还要来打扰他？阿寻，这些年确实受苦了。那个老太太，我不是存心凶您的。阿寻现在怎么办？别怕，万事有我。丫头，你年方几何？师承何处？年方23，如今在天宫阁九玄神兵署当差。哼，那你可知你身后这个男人究竟是何身份？他是谁不重要，阿寻如今是我的人，生死契过皆归属本姑娘。看见没？这是终身契书，上面白纸黑字，还有阿寻亲手按的有手印。堂堂大幽摄政王，居然按有手印签卖身契，这要是传出去，大幽天都要塌了。老太君，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家阿寻只是个在东市瓦瑟里替人打谱薄币的无业游民，全靠本姑娘花重资养护，才不是什么百里一族。阿寻，你还不上前听训？我是他的契主，有什么话直接对本姑娘说。生生别急，他是长辈，听听也无妨。林管家，把东西呈上来。这手镯绝非什么琉璃仿品，若你敢弄丢，百里一族绝不轻饶。阿寻，这老太太人还不错，临走还送了块金牌，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此物之重，足够娘子养活我3辈子。呸！净说瞎话。我的亲娘嘞！啊，这哪里是金牌？这分明是大幽百里一族的至尊令，可是能调动3军啊！阿寻，这雅宴太无聊了，像唱大戏。哥，快备车，咱们回家睡觉。好，咱们立刻回府。哎呀，站了一整晚，本姑娘这双玉足都要断了。阿寻，你干嘛呢？
男女授受不亲。娘子都签了终生契，还怕什么授受不亲？阿寻，那个老太太真是你家长辈？你是不是在家族内斗中落败，被赶出来了？娘子觉得呢？夫君莫怕，以后我养你，我手里有5000万两银票，足够你挥霍几辈子。娘子要养我几辈子？哼，便宜你了。那个，既然你俩感情甚温，我觉得不如明日就将大婚给办了吧。哥，你疯了吧？我阿寻才刚互通心意没几天，这也太快了。不快，你哥我愿倾尽家财，在白玉京酒楼连摆100日夜，金丝红豆挂满京城。停，哥你真是彻底疯了。阿寻性子低调，才不喜欢这么吵闹。阿寻，你快说说他。大婚之事不必操之过急，一切等生生准备好了再说。是，贤弟说的对，全凭贤弟和生生做主。唉，老子这辈子做过最聪明、最走运的事，就是当初没有把那个叫花子打死。小云，外面大清早的，怎么如此吵闹？大小姐，大喜事啊！单堂刚刚收到了由您名义捐赠的500万两白银，此时正在府门口开棚放粮呢。500万两白银？是啊，全城百姓都在高呼大小姐人善，说您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那日我随口对阿寻的老部下痛斥，有钱不如开棚放粮。天哪，他们当真送了500万两去放粮？糟了！小姐，鞋。生生，怎么赤着脚跑来了？可是受了什么委屈？阿寻，你老老实实交代，大幽百里一族到底跟你是何关系？生生何出此言？老太君为何指明要抢这手镯？为何我随口一句话，就有人砸下500万两替我开棚放粮？为何黑白两道一见你都吓得跪地求饶？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个隐退的绿林大盗或者黑道魁首，可500万两啊！天底下的黑道魁首，就算是抢10辈子，也绝对攒不出来。生生，我可以告诉你真相，但在此之前，你需回答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若我不是无业游民，不是黑老大，若那玄泽令不是借来的，若8骏马车和死士也不是租来演戏的，若这玄蓝珠华玉镯当真是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你还要我吗？贤弟，生生，不好了！老太君连夜召集了百里全族宗老，正式宣布他要亲自主持你们的大婚，黄道吉日已经定死，就在下个月。贤弟，生生，老太君已经擅自把婚期定在下月18了，百里全族都在筹备了。这老太太怎么如此霸道？本姑娘的婚事凭什么由她定？阿寻别怕，这婚事咱们绝不任人摆布。只要你愿意，本姑娘今晚就带上那5000万两银票，咱们携款私奔，咱们去过逍遥快活的日子。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小声点儿，私奔这种话岂能乱说呀？生生，你刚才说，若是私奔，你也愿意要我？废话，本姑娘当然要你。你生是本姑娘的人，死是本姑娘的鬼。我还有那张盖了有手印的终生契约，你休想赖账。生生，不私奔，我们成婚。啊？可那老太太那么强势，咱们成婚岂不是顺了她的意？并非顺从她，而是我想昭告天下，娶你为妻，给我的生生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你愿意吗？我愿意。太感动了，贤弟当真是大幽第一深情男子，老子活了24年就没见过这么感人的场面。哥，你在那呜呜大哭什么呢？真煞风景，快给我出去！
终于是要只属于我一人的小东家了。阿寻，你当真要娶我，不反悔？绝不反悔。在下这条命，早就是娘子的了。好，那本姑娘定几个规矩：成亲不许那老太太插手，婚礼一切从简，聘礼不得超过10两银子。还有，成婚那天你必须穿那套柔弱书生的旧衣服。都依娘子。在下身无分文，本就该入赘听话。这还差不多。那个贤弟生生，那我这当哥哥的，大婚那天干点啥？大舅子只需在婚礼当天扯开嗓子痛哭一场便可。啊，那我尽量哭得大声点儿。余生生，余生生，你堂堂将军府千金，成亲居然拿旧衣服改婚服，这也太抠门了吧！哥，你懂什么啊？过日子得精打细算。生生，我正好认识戏班子里一个落魄的老裁缝，可以用些免费的库存料子，帮你做出一模一样的婚服。真的？阿寻，你太棒了！落魄老裁匠，王爷您是真能编啊！老朽是小寻在瓦塞结识的裁缝，特来为姑娘缝制婚服。林管家，这老头是谁啊？还长这么大？回将军，这是极西之地缝针10年的金剑圣手，王爷为了请老先生出山，捐献了足8000万两的白银。哪里是免费的裁缝，足8000万两啊！老先生，我想用自己设计的这个样式，可以吗？自然可以，这姑娘倒是有着奇思妙想，实在令人叹服。阿寻，你这戏班子朋友手艺行不行啊？可别把我设计的婚服给缝歪了。娘子放心，老先生手艺极好，定能让娘子惊艳天下。阿寻，不管你以前是瓦塞达普的，还是绿林大盗，我都不在乎。往后不管是落魄还是富贵，我都跟着你。生生，若我送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真的呢？真的？什么意思？那只玉镯不是琉璃，令牌也不是借的。白天的老裁缝是我花8000万两请来的，九玄神兵属也是我亲自向皇上要来送你的。而这一切，只因有人骂了你一句。你到底是谁？我是百里氏唯一的继承人，也是当今大幽朝的摄政王百里寻。今日的老太君，正是我的亲祖母。百里寻，你个大骗子！你太欺负人了！是，都是我的错。生生别哭。你装穷让我还印子钱，你骗我视钱你的卖身契，你连真名都不告诉我，你就是个大骗子！百里是姓，寻是我的字，这从未骗你。玉镯是真的，每天清晨亲手为你做的饭也是真的，想要一生一世娶你为妻的心，更是绝无半分虚假。罚你一辈子都不准骗我！好，一辈子都听娘子的。总算敞开心扉了，但生生好像哭了。生生找到托付终身的人了，老子这地铺没白躺啊！原来不
不是吗？阿寻真的是摄政王百里寻，那只镯子竟然值10万两黄金。阿寻，早。生生醒了，怎么不穿鞋就跑出来了？阿寻，你以前装穷，我懂事，每天只吃1个蛋。如今知道你是摄政王了，本姑娘要吃2个蛋。好，别说2个，娘子要吃多少都有。这还差不多。不过你别以为有钱了就能把我收买，本姑娘可是有风骨的。哼，还有，你这围裙结系得真丑，看着就像是故意装可怜。是，在下知错，全凭娘子责罚。生生，你老实告诉哥哥，昨晚是不是被这小子欺负，偷偷哭过了？哪有？哥哥你看错了，我只是今早起来被花粉迷了眼。要是让老子知道你受了委屈，老子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行了哥，阿寻心疼我还来不及呢。走，咱们去善厅用膳，顺便找你算算账。哥，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早就知道阿寻的身份了？生生，你胡说什么呢？哥哥怎么会……还装？先前抢着萧贡离捶背搓澡，在门口打地铺，看见玄金卡时双腿发软，见到玉镯时吓得吃救心丸，还急吼吼用破麻袋装嫁妆。哥，你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好妹妹，非是哥哥有意瞒你，实在是王爷威压太盛，严令封口啊，不然咱家就要被抄了。你不知道，每天看你拿着祖传宝贝去杜铺，替全天下最富有的摄政王还假印子钱，大兄的心都在滴血啊！大兄，你这眼泪是开了闸的护城河吗？堂堂7尺男儿，一天能哭800遍。别献殷勤。百里寻，既然你富可敌国，那我先前为了帮你，替那些假丝带偿还的真金白银，你是不是该悉数奉还？那些假丝带的铺子本就是我的，账目往来，那银两兜兜转转，也只是回了我的口袋。那是我卖了酒肆好不容易凑出来的血汗钱。其实，那架忘忧酒肆，也是我暗中出资买下的。好啊，你个百里寻，这笔账必须从即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按日利率1分来计。以后你每日把利息账簿呈报上来，由本姑娘亲自核对。都依娘子，以后我的家产全由娘子记账。生生，阿寻可是富可敌国的摄政王，你非要在街头小摊办婚礼，预算还只有10两银子。哥，你懂什么？他有钱是他百里家的，跟本姑娘有什么关系？当初我花100两雇他，替他扛债，为他跟老太君拼命，他可没给过我半点好处。我要嫁的是那个能为我煎蛋陪我吃烤羊肉的阿欣，而不是摄政王。婚礼预算10两银子，多1分都没有。哎呀，我的傻妹妹啊！我的好东家，有一桩关于大婚的要事，得跟娘子商量商量。有话直说，别使美男计。这次大婚要请的宗族宾客稍微多了些，大概有3000人。3000人？你倒是带兵打仗啊！这已经是本王极力压缩后的结果。原本礼部的名册是有8000人的。不行，砍掉，必须砍到100人以内。谁不服气，让他们自己买烤羊肉去，休想来白吃白喝。生生，下月京城是雨季，我不想看你在大婚那天淋雨，更不想让你受冻。那怎么办？我知道城郊有一处荒废很久的旧庄子，主人家不收租金，咱们去那儿办如何？真的不收租金？真的。
不是你百里家的产业？不是。那成，预算最多放宽到20两，不能再多了。生生，你真要拿这种像通缉令一样的破纸发请柬？这叫简洁大方。娘子，我刚好认识一个在纸庄做手工宣纸的穷兄弟，因为作坊不景气，剩了一批废宣纸，堆着也是堆着，便送给我们了。哇，这纸的手感也太好了，温润如玉。那作坊虽然快倒闭了，但这手艺真是没得说。废院纸，这他妈是市面上寸纸万金，一张就值10两白银的西域血禅笺啊！这一箱少说值500两白银，护心丸，老子的护心丸呢？娘子喜欢便好，那就用这个。喜欢。阿寻，你真有本事，总能捡到便宜货。小姐，婚服已经送到了，另外这几箱全是老太君送来的贺礼，说是府中用不着的旧物品。旧物品？这一只茶壶，他娘的能买下京城半个城区的地契！老太君人美心善，只是这别扭的脾气，简直和阿寻一模一样。这也太好看了吧！阿寻，那位老裁缝手艺真好。娘子喜欢便好。阿寻，你祖母也好，我也要对她好。哥，看傻啦？我好看吗？哥，等会儿可别哭得太惨，不然把刚化好的喜妆哭花了，阿新请来的3000宾客可要笑话你了。胡说！你哥我只是被花粉迷了眼。生生，哥哥祝你一生顺利，琴瑟和鸣。谢谢哥哥。生生，准备好了吗？哥，我们走吧。傻瓜。阿寻，你……东家，这一次，在下终于名正言顺的接住你了。堂堂大王爷，居然真穿着几十两的衣裳入赘给我当赘婿啊！当然，百里寻是大幽朝的摄政王，而邵千寻是专属于娘子的柔弱书生。好啊，拿了这100两银子，从此就是我的人了。生生，这辈子你都休想逃开了。